在家修行有个天大的机会，你一念经，阴阳两界全都在听。很多退休的老朋友来找我说，南老师啊，我现在闲下来了，想在家念念大悲咒，给儿女求个平安，给自己修点福报。可这经越念，我心里越慌啊。我问他们慌什么？他们说半夜一个人在佛堂念经，念着念着后脖子就凉飕飕的，好像有人在背后吹气。明明家里没人，却总听见角落里有叹气声。有时候眼角余光看到个黑影，转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于是他们吓坏了，赶紧把经书收起来，佛堂也不敢进了。逢人就说大悲咒不能乱念啊，会招不干净的东西。今天我跟大家说句老实话，你们感觉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幻觉，也不是神经衰弱，是真的有。但是你千万不要害怕，这绝对不是什么邪门歪道，更不是咒语有毛病。你想想看，大悲咒全称叫什么？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这是观世音菩萨为了救度一切受苦受难的众生发下的大愿力啊！菩萨的愿力是什么？是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这么殊胜这么慈悲的能量，怎么会是害人的呢？那为什么这么大慈大悲的咒语偏偏动静最大，最容易把你口中所谓的那些鬼怪招惹过来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老祖宗讲天地气机，讲阴阳震荡。你们不要以为你坐在那里嘴巴一动一动的念经，就只是发出了几个声音而已。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气机的震动。佛法讲得很清楚，大悲咒里头包含了84000种秘密的阴气和阴节。这84000是个什么概念？它不是说这咒语有84000句那么长，而是说这个咒语的能量频率能够对应宇宙当中6道轮回里84000种不同的生命状态和心念。你念大悲咒的时候，那个音韵，那个震动的频率，它的穿透力是极强的，它根本不受你家那个钢筋水泥墙壁的阻挡，它能直接穿透阴阳两界的障壁。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你在这边打开了一个超级大广播，人类的耳朵听着只是几句咒语，但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的生命听起来，那就是响彻云霄的宇宙之音。那么那些被广播吸引来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你们一口一个鬼，其实在佛法里咱们管他们叫鬼道众生，或者叫无形众生。你们千万不要被电视剧里那些青面獠牙的样子骗了。我跟你讲，绝大多数的鬼道众生那是极其可怜的。你想想看，他们因为过去生中造了恶业，这辈子堕落在鬼道里，常年见不到一点亮光，每天忍受着饥饿寒冷，那种苦楚比咱们人间的苦要大上10000倍。他们在无明黑暗里头到处飘荡，找不到出路，凄凄惨惨戚戚。就在这个时候，你坐在家里点上一炷香，开始至诚恳切的念诵大悲咒，你这一念，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就通过，你的声音散发出来了，在你看不见的那个法界里，你整个人，你的那个屋子就像是在漆黑一片的冰天雪地里，突然点亮了一个巨大的温暖的火大灯泡，往外散发着金色的白色的慈悲光芒。你想想看，那些在黑暗里冻得瑟瑟发抖苦苦挣扎的可怜众生，大老远的看到了这团温暖的光，听到了这能让他们解脱的咒语声，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当然是拼了命的
往你这边挤啊。这就好比大冬天的夜里，飞蛾看到路灯要扑过来，或者是一群饥寒辘辘的人突然闻到了热腾腾的包子味，他们肯定要围拢过来讨口饭吃嘛，对不对？所以你感觉到的那一阵阵阴冷的气息，你察觉到的那些动静，根本不是他们要来掐你的脖子，要来害你，他们是被大悲咒的巨大能量吸引过来的，他们是来蹭你的光的，他们跪在你旁边，眼巴巴地听你念咒，盼着能沾一点菩萨的甘露水，盼着能借你念经的功德，早日脱离那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这恰恰证明了大悲咒的功德广阔无边，证明了你念的有了契机感应，太阳出来了，万物都要向着光长，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情。你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施法救苦的东道主，但是听到这里，很多老人家心里还是会犯嘀咕，南老师，你说的道理我都懂，他们是可怜，他们是来求救的，可是我害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太太，我连家里大黑虫子都怕，现在让我身边围着这么一堆看不见的众生，我这心里直发毛啊！而且自从觉得屋里有动静之后，我怎么觉得胸口越来越闷，晚上还老做噩梦，难道这也是正常的吗？这就问到点子上了，众生来求救是正常的，但是你害怕，你做噩梦，你觉得身体不舒服，这个就有问题了。但这问题绝对不是出在那些可怜的众生身上，也不是出在大悲咒上，这问题恰恰出在你自己身上，出在你念经时候的那个心上。你们要晓得，华严经里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叫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颗心啊，就像是一个画画的师傅，你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切的好事坏事，追根究底全是你自己心里头那一念画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坐在家里念大悲咒，念着念着就觉得害怕，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盯着自己。你以为你怕的是外面那些无形的众生吗？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你怕的是你自己心里头那个虚弱的影子，是你那个发心从一开始就走偏了。你想想看，你每天雷打不动的坐在那里念咒，你图个什么？你敢不敢摸着良心问问自己，10个人里头有9个半心里打的全是自己的小算盘，要不然就是菩萨保佑我那个孙子今年考上个好大学吧，要不然就是菩萨我这腿脚老是疼，你让我念了这个咒病赶紧好吧，再不然就是我多念几遍，千万别让我家里出什么天灾人祸，平平安安的就行。这叫什么？这在佛法里叫有求之心。通俗点讲，你这叫跟菩萨做交易呀。你嘴里吧嗒吧嗒念上几遍咒语，就想换菩萨保佑你全家飞黄腾达，百病不生，消灾免难。你们自己算算这笔账，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因为你的底子是做交易，是为了避祸，是为了保全你自己那一点点微小的利益，所以你念经的时候那个气量是极其狭小的，你的心就像是一个紧紧缩起来的铁壳子，生怕别人来占你的便宜。这个时候宇宙法界的气机一发动，大悲咒那么庞大的慈悲能量散发出去，把周围那些在暗处受苦受难可怜巴巴的无形众生给吸引过来了。他们本来只是像一群在冬天里冻僵了的叫花子，看到你这儿生了一盆火，想凑过来烤烤火，听听菩萨的教诲，结果呢，
你一看这帮叫花子围过来了，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心马上就起了反应。你会怎么想？哎呀，这些是不干净的东西，他们是不是要来害我？是不是要来吸我的阳气？是不是要来抢我念经的功德？你那个恐惧心、排斥心、护食的心一下子就全冒出来了。当你的心里充满了抗拒和恐惧的时候，你身上的气机马上就乱了，阴阳就不调了。中医讲恐伤肾，你一害怕，身上的阳气就往下掉，阴气就往上升，所以你会觉得后背发凉，觉得头皮发麻，甚至晚上做梦都被鬼压床。这哪里是人家？鬼道众生来害你，这明明是你自己那颗自私怯懦的心把自己的阳气给吓跑了，硬生生给自己造出了一个恐怖的魔境。我们中华文化老祖宗的智慧早就讲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用一颗充满恐惧和防备的心去念那大慈大悲的咒语，这就像是拿着一个漏了底的破碗去接天上的甘露水，不仅接不到，还弄得自己一身泥水。那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才能不害怕？我告诉你们，想要转这个局面，就4个字：改变发心。要把你那个跟菩萨做交易的小我转变成跟菩萨一样大慈大悲的大我。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周围有动静，感觉有无形的众生靠近了，你千万不要缩脖子，更不要在心里赶人家走。你既然念的是观世音菩萨的咒语，你就要学菩萨的做派嘛。菩萨是什么做派？是大开方便之门，是来者不拒，是普度众生。你要在心里堂堂正正的升起一股正气，你要跟自己说，我今天在这里持诵大悲神咒，你们既然被吸引来了，说明咱们有缘分。你们在恶道里受苦，听不到佛法，今天我就是你们的东道主，我念经，你们就乖乖在旁边听着。愿你们听了这殊胜的咒语，都能得到菩萨的加持，早点脱离苦海，往生好地方。你想想看，如果你能发出这样一念真正的大悲心、菩提心，你的心胸一下子就打开了，就像是在无边的黑暗里突然升起了一轮金光万丈的太阳，你的气场瞬间就变了，从那种阴暗收缩的恐惧变成了浩然宏大的慈悲。那些无形众生，他们是最能感应到人心的，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没有恶意，反而充满了怜悯和祝福。他们不仅不会害你，反而会发自内心的感激你，向你顶礼膜拜，甚至等他们以后得了超度，他们反过来还会成为护持你、保佑你家宅平安的护法神。在佛法里，这就叫转障为道，把本来让你害怕的障碍转化成了你修行路上积功累德的大好机会。你这一念之转，救了无量众生，也救了你自己，这比你跑到庙里捐几万块钱的香火钱功德还要大得多。所以啊，念经念得害怕，归根结底是你心虚，是你太自私，太在乎自己的得失。只要把心门打开，把那些所谓的鬼灵当成来听经做客的有缘人，你的家里不仅不会阴气森森，反而会充满祥和与光明。可是说到这儿，可能又有老人家要问了，南老师，你刚才说念大悲咒动静大，是因为有感应，是因为吸引了众生。那我天天在家里念，连着念了3年，别说鬼了，连个蚊子都没招来，平平淡淡，什么感应都没有。更气人的是，我这病也没好，家里孩子该找不着工作，
还是找不着，这又算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菩萨不理我了？我告诉你们，绝对不是菩萨不理你，而是你完完全全把方向给搞反了。你想想看，前面我们讲，有的人念经会招来动静，那是他心里有恐惧，有自我防备。可你这念了3年，别说动静，连个水花都没打起来，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犯了佛法修行里最致命的一个大忌讳，心外求法。什么叫心外求法？就是你坐在家里的小佛堂里，手里捻着佛珠，嘴里念着大悲咒，可是你的那双眼睛，你的那个心全都死死地盯着外头。你觉得这大悲咒是一门神仙法术，是一道灵符，你以为只要每天按时按点的把这几段梵文嘟囔完，菩萨就应该在半空中施个法，把你老伴的病给变好，把你家孙子的成绩给拔高，把你们家外面的那些麻烦事通通给扫平。我跟你讲，你这根本不叫修行，你这叫盲目攀求。你把这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当成了一个供你差遣的外部力量，你每天坐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监工念一遍咒，就抬头看一眼菩萨的泥胎塑像，心里等着怎么还不显灵啊？怎么我家外头的那些倒霉事还没解决啊？佛法讲得很清楚，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你以为感应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错了，真正的感应是从你自己这颗心里面发出来的。咱们历史上大唐朝有个了不得的宰相叫裴休，你们老人家多听听这个古人的故事，对自己大有好处。这个裴相国啊，学问极大，地位也极高，而且是当时出了名的大善人大居士。他学佛有多虔诚，他为了弘扬佛法到处出钱修庙，供养成百上千的和尚，每天在家里也是规规矩矩的穿上居士服，盘起腿来念经持咒，一天都不敢落下。在一般人眼里，裴休这福报不得了，这修行肯定到家了。可是裴休自己心里苦啊，他身在官场，每天勾心斗角，哪怕回到家里念完了经，躺在床上脑子里依然是惶恐不安。他总觉得皇帝今天看他的眼神不对，总觉得同僚在背后给他下绊子。他天天愁啊，跑到大雄宝殿里磕头，求菩萨保佑他逢凶化吉，求菩萨给他指条明路。他纳闷到了极点，我这么虔诚，做了这么多善事，念了这么多经文，怎么我的心还是悬在半空中，一点都踏实不下来？怎么一点菩萨的感应都没有？后来他实在憋不住了，就跑去拜访当时真正开悟的得道高僧黄口禅师。裴休把自己的苦恼一说，本以为老禅师会给他传授什么更厉害的神秘咒语，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黄叉叉看着这位位极人臣的大宰相，一点情面都没留，当头就是一声断喝。老禅师指着他骂道：你这纯粹是向外持求，你以为建了几座庙，嘴里念了几卷经，菩萨就会从外面塞给你一个清净平安？你把那些外在的仪轨形式当成了佛法，却从来没有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那颗患得患失的心。你向外求了一辈子，你的本心早就被你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一声棒喝，那是直指人心啊！裴休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一下有如醍醐灌顶，冷汗直冒，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瞬间大彻大悟。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这么多年全是在心外求法。他想用表面的念经拜佛去掩盖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执着，不从心性上起修，
这怎么可能有感应？从那一天起，裴修彻底放下了向外求神拜佛保佑的执念，不再死死盯着外面的吉凶祸福，而是把所有的功夫都用在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上。一旦心里起了焦虑，起了贪嗔痴，立刻用佛法的智慧把它化解掉。结果呢，当他不再向外求感应的时候，他反而得到了最大的感应，他的心彻底安定了。后来他不仅成了大唐朝最从容不迫的一代名相，更成了一位真正通达佛法、明心见性的大居士。你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坐在家里念大悲咒，念了3年没动静，你不要去怪咒语不灵，你要问问你自己，这3年下来，你那个容易发脾气的毛病改了没有？你那个一遇到事就慌张就抱怨的脾气变了没有？你对儿女那些死死不放手的控制欲放下了没有？如果你念了3年的经，脾气还是一样大，心眼还是一样小，遇到一点芝麻绿豆大的事还是跟人吵得脸红脖子粗，那你念的那个经就全成了过眼云烟。你等于是一边在拿清水洗杯子，一边又往杯子里泼脏水，洗了3年，这杯子照样是臭的。你满心满眼都在盯着外面，希望大悲咒能改变你的老伴，改变你的孩子，改变你们家的风水。可是这殊胜咒语的能量首先是要改变你啊！你如果不改变，你就像一块又硬又冷的石头，菩萨的慈悲之光照在你身上根本透不进去。你要是真的想要感应，你得先把自己这块硬石头化成一块能吸水的海绵。这怎么化？就是不再向外求，而是向内看。念完经之后，把这份慈悲心用到生活里，看到老伴唠叨，你不再顶嘴了，心里默默念一句观世音菩萨。看到孩子工作不顺利，你不再整天唉声叹气，给他们施加压力了，而是用平和的心态去宽慰他们。当你自己的性格变得柔和了，心胸变得宽广了，不向外强求了，你会突然发现，怎么家里那些乌七八糟的，烦心事自己就顺了，怎么这身体也跟着爽快了？这就是真正的感应现前了。这比你大半夜看到什么亮光，闻到什么异香要强上100倍。可是啊，咱们话又说回来，既然不能心外求法，这功夫得下在自己身上，那这功夫到底该怎么下？很多人跟老头子我抱怨，我也想管住自己，我也想向内修，可是我这坐下来一念经，这脑子就不听使唤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修行里头最关键也最容易出错的3业不净的问题了。这到底是怎么个不净法？到底该怎么对治？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造善业也好，造恶业也罢，全靠3个工具。佛家管它叫身口意3业。身就是你身体的动作，口就是你嘴里发出的声音，说出的话，意就是你脑子里头转来转去的那些念头。我们在家里老老实实念大悲咒，目的就是要用这极其殊胜的咒语，把咱们这3个容易造恶业的工具给洗刷干净。可是你看现在很多人是怎么念的？先说这个身，很多老人家吃完晚饭往客厅的软沙发上一摊，翘着个2郎腿，或者干脆靠在床头上，被子一盖，旁边电视机还开着叽叽喳喳的响，然后手里拿串佛珠就开始念了。我告诉你们，你这不叫念经，你这叫善心打发时间。你用这种松松垮垮毫无恭敬心的姿态去念咒，你身上的气脉是堵死的，是乱的。我们老祖宗的学问里
极其讲究端正二字。你坐在那里，脊背要挺直。为什么？你的脊椎骨，那是你一身阳气的通道，你一挺直，就像是一根天线立了起来，你个人的精气神瞬间就集中了，这就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你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哪怕你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那一瞬间你身上也是有一股威严之气的，你连这最基础的身正都做不到，阴气寒气当然顺着你那些松垮垮的毛孔往里钻啊。再来说这个口，也就是你嘴里到底是怎么念的，这就讲到了咱们今天最要紧的一个大坑。很多人念大悲咒，念着念着觉得害怕，觉得招阴气，或者念了几年没感应，根子全出在这里。大悲咒全篇84句，字字句句都是金刚语。可是我发现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为了图快，为了每天能多完成几遍的任务，他偷工减料啊，他先开头太长，一上来就把第一句南无呵罗科那多罗夜夜给含糊过去了，直接从中间开始读呢，念到结尾的时候呢，那个娑婆诃也是囫囵吞枣，嘴皮子一碰就算完事了。你们想想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啊。这持咒就像是老祖宗在平地上建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盖起一栋大房子，这首尾的咒语那就是这栋房子的大门和后窗啊。开头的那一句是教你开启法界的大门，请菩萨加持，竖起一道坚固的防护墙。结尾的那个娑婆诃在梵文里头代表着圆满、成就、坚固，那就是给你这座大房子最后落锁的关口。你只念中间，不念开头和结尾，或者念得含糊不清，这就等于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房子的四面墙都砌好了，结果大门不上板，后窗敞着口，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房子建好了没装门，里面还生着一盆火，外面那些凄风苦雨，那些到处游荡的挨冻受饿的无形众生，一看你这门大开着，他不往里头钻，他往哪里钻？风一吹进来，冷气一灌进来，你当然觉得后脖梗子发凉，当然觉得屋里阴风阵阵啊，因为你的结界没打牢，你根本没有把自己的道场封闭好，所以哪怕你念得再慢，首尾的咒语一个字都不许漏，每一个音节都要清清楚楚地从心口发出来，这就是防身保命的城墙。好了，身体端正了，嘴里的咒文也念得有头有尾，严丝合缝了。但这三页里头最难降服的是个什么东西？是你的意，就是你那个满天飞的心。我常常讲一句话，叫嘴里念菩萨，心里算猪肉价，这就是现在绝大多数人念经的真实写照。你坐在佛堂前，嘴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念得贼顺溜，可是你的脑子呢，就像在放电影一样，一回想这，一回想那。你们要晓得，当你的心念散乱的时候，你哪怕一天念10000遍大悲咒，也只相当于一台复读机在响。你的念头散在世俗的家长里短里，散在贪嗔痴慢疑里，你的心就像一个到处漏水的破塞子三叶，极其不净。你散发出这种乱七八糟浑浊不堪的磁场，怎么可能跟观世音菩萨那清净无染大慈大悲的法身相应？菩萨的甘露水倒下来，全顺着你这漏水的塞子漏光了。既然不让胡思乱想，那这脑子总得干点啥吧。老祖宗的修行法门里给咱们传下来一个绝招，叫做观想。你坐在那里持咒的时候，
眼睛微闭，你要在脑子里清清楚楚的想象出一幅画面，在你的头顶上方端端正正的坐着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菩萨面容极其慈悲，正微笑着看着你，随着你嘴里念出的一字一句，菩萨那千只手中放出洁白无瑕的耀眼的光明。你要真切地感受到这道白色的光芒，就像是清凉甘甜的泉水一样，从你的头顶百会穴灌注下来，流过你的大脑，流过你的五脏六腑，流过你的四肢百骸，把你身体里那些因为生病带来的黑气，把你心里头那些算计、嫉妒、害怕的阴暗之气，全部像冲洗污泥一样，顺着脚底板冲洗得干干净净。同时你还要观想菩萨的这道白光不仅照亮了你自己，还从你的身体里散发出去，照亮了你整个屋子，把那些被吸引过来的可怜的无形众生全都笼罩在这片温暖慈悲的光芒里。你心里默念，大家都别怕，也别乱跑，跟着我一起沐浴菩萨的光明，早点解脱吧。你想想看，当你身体端正，嘴里皱纹完整无漏，脑子里又牢牢锁住这光明慈悲的观想时，你的身口意在这一瞬间就彻底拧成了一股绳，你整个人就变成了一座金刚不坏的宝塔，变成了一团纯粹的光明。到了这个境界，还有什么外邪能入侵？还有什么阴气能干扰你？那些原本可能带来困扰的灵界众生，在这个强大的光明磁场里早就被感化，被超度了，哪里还能吓得到你？这才是真正的持咒，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你真能做到这一点，别说3年，3天你就能感觉到身心无比的安泰，家里头的风水气场都会跟着变好。可是啊，我话又说回来了，这修行路上的坎儿是一道接着一道的。有的人听了我讲的，回去老老实实把3业守好，开始认真观想了，结果没过几天又出事了。这次不是没感应，而是感应太猛了。有的人打坐念咒的时候，突然闻到了异香，或者看见菩萨现身了。有的人呢，则是遇到极其恐怖的画面，感觉有什么怪物张牙舞爪的要扑过来，吓得老人家连滚带爬的跑出佛堂，再也不敢碰佛珠了。这又该怎么解释？面对这些好或者坏的感应，到底该怎么过关？我告诉你们，面对这些奇奇怪怪的感应，无论是闻到异香，看到亮光，还是感觉到一阵阴风，看到可怕的黑影，老祖宗传下来的最高心法其实就4个字：不取不舍。你们要晓得，当你的身口意真的调得差不多了，心静下来了，你身上的气机和整个宇宙法界的能量接通了，这个时候绝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佛法里管这些现象叫做境界，境界一现前，很多老人家就开始犯大错误了。遇到可怕的境界，比如觉得屋里有无形众生靠近，或者打坐的时候脑子里出现鬼怪的画面，吓得半死，立刻放弃，这叫遇到逆境就跑。反过来，有的人念经的时候突然闻到了檀香味，或者闭着眼睛感觉到眼前有一团金光，甚至梦见菩萨给自己摸头，哎呀，这下可不得了啦，他高兴的简直要飞上天，逢人便吹嘘，我修行好啊，菩萨给我显灵了，我已经有神通了。这叫什么？这叫遇到顺境就贪。我告诉你们，不管是遇到逆境害怕，还是遇到顺境贪婪，这都说明一个致命的问题，你的定力太差了。你那颗心就像水面上的浮萍一样，风往哪边吹你就往哪边倒。你一旦对这些感应动了心，
升起了恐惧或者傲慢，你之前积攒的那些微薄的功德和护持你的正能量，瞬间就露个精光。为了让你们把这个道理彻底听明白，我给你们讲一件咱们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位极其了不起的高僧，叫做高峰圆妙禅师。这位禅师修行那是真拼命啊，为了克服自己打坐时候爱打瞌睡的毛病，他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他跑到西天目山，找了一处像刀削一样笔直的悬崖，悬崖边上有个像倒立的莲花一样的窄石头，他就盘腿坐在那个悬崖边上打坐，只要一打瞌睡，身体一歪，立刻就会摔下万丈深渊，粉身碎骨。这叫什么？这叫把命豁出去了修行。可是啊，人毕竟是肉身凡胎，他坐在那里熬了几天几夜，实在是困极了，一个没忍住，脑袋一耷拉，身体一歪，呼的一下就掉下悬崖了。就在这半空中，眼看着就要摔成肉泥了，突然之间，虚空中伸出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稳稳当当的把他给接住了，然后轻轻的把他放回了悬崖边上。高峰圆妙禅师惊魂未定，赶紧跪在地上问：是哪位神仙救了我？半空中传来一个极其威严的声音：我是护法韦陀菩萨。这一下高峰圆妙禅师心里那个高兴啊，那个得意呀，你想想看，菩萨亲自现身来救他，他心里顿时就升起了一股极其强烈的傲慢心。他挺直了腰板，极其骄傲地问韦陀菩萨：菩萨，您看看如今这天下，像我这样真刀真枪连命都不要的修行人能有几个？结果呢，韦陀菩萨在半空中冷哼了一声，极其严厉地对他说：像你这样修行的人，天下多如牛毛，可是像你这样稍微有了一点感应，稍微遇到一点奇迹，马上就升起这么大傲慢心的人，我不护你的法了，从今往后20世，我韦陀菩萨再也不会来管你。说完，一阵风过，菩萨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高峰圆妙禅师就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彻底傻眼了。他坐在悬崖边上痛哭流涕，肠子都悔青了。他这时候才明白自己刚才那一念傲慢，那一念对菩萨感应的贪着，把自己的道场彻底给毁了。可是这位禅师毕竟是真修行的大德，他哭完之后抹干眼泪，咬了咬牙，在心里发了一个狠愿：我修行本来就是为了我自己生死解脱的，难道我是为了求菩萨保护才修的吗？菩萨不保护我，我难道就不修了吗？大不了就是跌下去摔死，这副臭皮囊摔碎了就摔碎了吧。于是他把心一横，看破了生死，彻底放下了对一切外力、一切感应的依赖和贪求，重新盘起腿，在那个极其危险的悬崖边上继续闭上眼睛打坐。由于极度的疲劳，过了一阵子，他又打瞌睡了，身体一歪，又一次直挺挺地掉下了万丈深渊。这一次他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菩萨已经发过话了，绝对不会再来救他了，这下子是死定了。可是就在这急速下坠的半空中，高峰圆妙禅师的心里竟然连一丝一毫的恐惧都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想要呼救的念头。他彻底放下了生也好，死也好，成佛也好，下地狱也好，他什么都不管了，不取也不舍。就在他彻底放下那点私心、一点执念的瞬间，奇迹发生了。他并没有摔得粉身碎骨，而是稳稳当当地落在了悬崖底下，毫发无伤。不仅如此，
就在这生死交关的彻底放下中，他砰的一下豁然大悟，连破了禅宗的3个生死难关，成为了一代开悟的大祖师。你们好好琢磨琢磨这个真实的故事，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管是你们在家念大悲咒，感觉到屋里有动静，还是梦见菩萨显灵，这在佛法里通通叫做魔考。魔考不是说真的有妖魔鬼怪来吃你，而是老天爷，是因果规律在考验你的心性。佛法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闭着眼睛念经，哪怕观世音菩萨真真切切地站在你面前，端着净水瓶给你洒甘露，你心里也要清清楚楚，这是你用诚心感应出来的影像。千万不要激动的手舞足蹈，一激动你就着了相了，就容易入魔境。反过来说，哪怕你念着念着看到屋角站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你也不要害怕的浑身发抖，这也是你心里的业障显化出来考验你的。你不理它，它自然就烟消云散了。这就好比我们在路上走，路边开着极其鲜艳的花，你闻到了香味，知道花很香，这就够了。你不要非得跑过去把它摘下来揣进兜里，这叫不取。路边有一滩臭狗屎，你看到了捂着鼻子绕开走就行了，你不要站在那里破口大骂，非要拿棍子把它戳烂，这叫不舍。对所有的感应你都要做到像镜子一样，东西来了，镜子里清清楚楚地照出来，可是东西一走，镜子里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留，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定力。现在我们很多老人家稍微念了2天经，稍微觉得身体哪里发热了，或者闭眼睛看到几点亮光了，立刻就跑去跟街坊邻居显摆，哎呀，我这大悲咒没白念啊，我头上都有光了。你这一显摆，傲慢心一起，那原本清净的法界通道吧嗒一下就关上了，以后你再怎么念，也就是练练肺活量了。真正的感应早就被你自己的这颗凡夫心给赶跑了。甚至有的人因为害怕那些看不见的动静，到处去花钱找人算命，找人画符驱鬼，这就更是大错特错了。你等于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大动干戈，请了一帮不三不四的杂气进来，把家里原本清净的磁场彻底搅乱了，搞得家宅不宁。可是啊，老头子我也知道，让你们这些普通的老头老太太一下子做到高峰圆妙禅师那样，连死都不怕的不屈不舍，确实也是强人所难了。大家毕竟都是过着烟火日子的凡夫俗子，遇到那种后背发凉，屋里隐隐约约有动静的情况，心里打鼓发虚，这是人的本能。那既然境界那么高，咱们一时半会儿达不到，在咱们这日常的家居生活里遇到这种自己吓自己，心里不安稳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拿过来就能用的，能安宅保命化解恐惧的实操办法呢？难道只能硬挺着害怕吗？老头子，我接下来就手把手的教给你们几个在家里就能立刻用上的绝招，只要你照着做，管它什么阴气阳气，保证你心安理得，家运昌隆。这头一件事啊，你这屁股必须给我牢牢地钉在凳子上。我告诉你们，气机这个东西它就是欺软怕硬。你在家里念着念着，突然觉得屋子里阴风阵阵的，觉得背后好像有双眼睛在盯着你。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心里咯噔一下，吓得把佛珠一扔，连滚带爬的跑出佛堂，甚至跑到大街上不敢回家。你这一跑坏了，你原本坐在那里身体端正，身上的阳气本来是聚拢的，你这一害怕一逃跑，
你的心神就散了，你身上的那股正气哗啦一下就垮了，你阳气一衰，外面的阴寒之气自然就趁虚而入，跟着你跑。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跑出去了，回来之后还是一连好几天做噩梦，头疼脑热的原因。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干什么？老头子我常常讲，你要拿出点主人的威风来。你想想看，这是你的家，你是这个屋子里的主人，不管来的是什么无形众生，他们都是客，哪里有客人还没进门，主人先吓得跳窗户逃跑的道理。你要立刻深吸一口气，把腰杆子给我挺得直直的，在心里大喝一声不怕。你这一个不怕念头一起，你的阳气瞬间就提上来了。接下来就是我教你们的第一招实操秘诀，恭敬水。你在每次准备念大悲咒之前，一定要在佛像前或者在你面前干净的桌子上端端正正的摆上一杯干净的水，最好是那种透明的玻璃杯，装上可以喝的凉白开或者矿泉水，千万不要拿你平时喝茶喝咖啡的那个带茶垢的脏杯子，必须是专门用来供佛供菩萨的。为什么要放这杯水？你们要晓得老祖宗的智慧里早就讲透了，水这个东西它是极阴极柔的，但它也是最能吸收最能承载宇宙气机和信息能量的。你坐在这杯水面前，老老实实的念经，你那个清净的心念还有咒语里菩萨加持的震动频率，全都会一点一滴的融进这杯水里。这杯普通的水在你念完经之后，它就变成了具有强大阳气和慈悲能量的甘露水。如果你在念大悲咒的过程中感觉到了极其强烈的害怕，心里发慌，这时候因为大悲咒太长，你可能紧张的连舌头都打结了，上下句都接不上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们，立刻停下大悲咒，换法宝。换什么？换极其简短力量极其刚猛的六字大明咒。佛法讲得很清楚，这6个字那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根本心咒。它虽然只有短短6个音节，但它就相当于你直接按下了菩萨法界里那个最大功率的和按钮。大悲咒长，像是一张细密的大网，6字大明咒短，但它就像是一把削铁如泥的金刚剑，是一团极其耀眼的光明。你手里端起那杯水，眼睛看着这杯水，嘴里念的时候，不要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要把声音沉下来，用你的胸腔去共鸣。不仅嘴里要念，你的脑子里也就是你的意，还要做第2步动作，结金刚光照。这个道理很简单，你闭上眼睛，观想你的心脏那个位置有一朵极其洁白的莲花，莲花中间有一个极其耀眼的小太阳，随着你嘴里念出嗡嘛呢巴米肯，这个小太阳轰的一下爆发出一团刺眼的金光，这团金光极其温暖，极其阳刚，它瞬间扩大，像一个巨大的金光罩子一样，把你整个人，甚至把你这间屋子全部死死地罩在里面。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这个金光罩子里头，没有任何黑暗，没有任何阴寒之气能进得来。那些原本在屋子里徘徊的无形众生，被你这强大的金光一照，身上的怨气寒气哧溜一下，就像冰块掉进了开水锅里，全化了。他们不仅不敢靠近你，反而会沐浴在这金光里，得到超度，对你感恩戴德。你就在这种观想中，把6字大明咒念上个几十遍，108遍。等你念完之后，你再摸摸你的后脖梗，你再感受感受这间屋子，我敢保证那种阴冷
害怕的感觉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你整个人会觉得从里到外透着一股子暖洋洋的舒坦。这还不算完，这杯水你加持过了，不能就这么放着，这叫甘露净水，是有大用处的。遇到家里老是觉得风水不对劲，或者老伴儿孙子在外面受了惊吓，晚上睡觉不踏实的，你把这杯水端起来，用你右手的无名指，咱们老祖宗讲，无名指连着少阳三焦经，气机最清净，用无名指蘸一点杯子里的水，走到你们家的大门口、客厅的4个角落，还有卧室的床头，一边走一边轻轻地把水弹洒出去，一边洒水，嘴里一边念叨：净水洒处净尘垢，佛光普照破幽冥，一切不祥皆消散，道场清净安无心。如果记不住这2句，你就干脆念6字大明咒即可。你心里要带着极大的慈悲，像是在招待远方的客人一样，在心里默念：这屋子里的十方有缘众生啊，你们喝了这菩萨的甘露水，就赶紧闪了吧，去你们该去的好地方，别在凡人家里留恋了，对你们自己也不好，对活人也不好。咱们结个善缘，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这就叫先礼后兵，这叫恩威并施。你用这杯大悲心咒加持过的水去洒净，这就等于是在你家里重新做了一次大扫除，把那些淤积的阴气晦气，把那些因为你乱发脾气老伴抱怨而结成的负面磁场通通给洗刷了一遍。这比你花几千几万块钱去外面请那些骗人的半仙来家里做法事要管用1万倍。你想想看，你自己用一颗最沉静最干净的心求来的菩萨加持，难道不比外人强吗？水是清净的，心是敞亮的，有菩萨的金光照着，有6字大明咒护着，你在家里头那绝对是百邪不侵，诸事平安。你只要把老头子我今天教给你的这几步身板挺直，供上净水，遇事不慌，转念大明咒，观想金光结界，最后洒水净宅。你把这套动作记熟了，在家里老老实实的用起来，管你念了几年没感应，还是念的屋里有动静，一切魔障都能变成你修行路上的垫脚石。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折腾了这一大圈，有人怕鬼，有人求福报，有人纠结感应，大家把大悲咒当成了对付困难的武器，当成了求取利益的工具。但你们真的明白观世音菩萨把这么宝贝的咒语留给咱们，最终到底是为了什么吗？难道就是为了让你在家里洒洒水，驱驱邪，为了让你晚年享2天清福吗？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那是浩瀚如海的，他把这么殊胜的咒语传下来，绝对不是教你拿去当扫把，天天在家里扫阴气，赶所谓冤亲债主的。我告诉你们，这是菩萨亲自给你发下来的一张毕业考卷。你想想看，你天天嘴上念着大慈大悲，菩萨总得考考你吧。气机一发动，无形众生顺着光跑来了，考卷就摆在你面前了。你一害怕，心里骂着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赶紧滚开，甚至花钱找人来家里驱鬼。菩萨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你的慈悲全是假的，底子里全是自私自利，考试不及格。反过来，你天天闭着眼睛求财求福，把菩萨当保镖，念了没感应就怪菩萨不灵，这也是考卷，考你的贪欲，考来考去还是个不及格。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意象鬼灵，甚至没有感应，根本不是你修行路上的障碍，他们恰恰是来成就你的助缘。当你能端端正正坐着，
面对动静不再逃跑，用一句大名咒护住心神，把恐惧转化成对众生的包容和超度时，你就在那一瞬间真正跟菩萨合体了，你的心量被彻底撑大，命盘自然也就跟着撑大了。我们中华文化里，全天下最大的风水到底在哪里？不在你家祖坟，也不在你客厅的招财画，最大的风水就在你自己的这颗心里。这颗心要是敞亮慈悲，就算住在漏雨的茅棚里，那也是光芒万丈的极乐净土。改命永远是先改念。好了，老头子，我今天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知道你们老人家记性不好，最后再给你们画个重点，死死记住，回家照着做。第一，念经绝对不能是为了做交易，别再跟菩萨讨价还价，要把自私自利的心量打开。第二，身口意必须干净，腰板挺直，开头和结尾的咒文一个字不许漏，脑子里观想菩萨光明。第三，救命的实操，家里觉得害怕了，千万别往外跑，准备净水，立刻换念嗡嘛呢巴咪唻，脑子里结金光罩护体，最后用无名指蘸水在家中洒净化解。你今天听懂了，知道怎么安宅保命了，这就够了吗？不够啊！你们去看看外面还有多少老头老太太在家里盲修瞎练，把自己吓得半死。你把今天讲的这些老祖宗的道理，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亲戚朋友，发到老友群里去，你这不是凑热闹，你是在救人的慧命，护人一家平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一句提醒，可能就让别人少造一场业，少拜一次家运，这就是全天下最大的布施，功德无量。如果你觉得南师今天讲的大实话对你有帮助，请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我告诉你们，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我们这里千千万万人的善念汇聚在一起，形成的能量场威力不可思议。大家都去评论区里留下你的善言，敲下一句愿消灾免难，福慧双增，或者写一句愿发大悲心，广度诸有情。你今天写下的每一句善念，最后通通都会反弹回向到你自己和家人身上，保佑你们家运昌隆，平平安安，福寿绵长，